下这个关于建构啊本甲建构的一些实操的理论点和实操的一些手法注意点。然后这里简单给大家写了几个，基本上也算是日常咱们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啊，容易出错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一些小问题点，我先简单做了一个整理。首先啊，我们在拿这个顾客手之前，咱一边讲一边去做，来给我手。看啊，这是我简单做了一个小前置，并没有做格式啊，并没有做格式，而且我保留了它本甲这种两边比较宽的状态，然后甲型也没有去处理，但就在这上面简单给大家稍微一操作，大家来看，如果说它的甲型确实边缘有一点点不太理想，需要稍微调整一下，那么咱先把这个甲型，也就是说如果遇到扇形甲的，那么我们可以先把两侧给它收掉，先把这两边给它往里磨一磨，但是从侧面去看，如果两边这个扇形甲跟它的甲沟线延伸出来再接近于一条直线上，那么两边就不要收取过多，通过做建构给它收窄。但如果说它的两边超过了甲沟线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提前把两侧多的那些啊，比如说多一点点的地方，少一点点的地方给它磨掉处理掉，就是把它两边的线条给它打直线，好吧？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日常在操作遇到什么甲型的一个问题点。如果说它属于一个正常支架的话，那就不用管了啊，就不用管了。我先把这儿稍微处理一下，为了是先让大家看一下它本甲的一个情况。好。这个时候甲面是刚刚简单打磨过的。如果说同学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涂底胶或者说涂建构胶，发现怎么后缘刚涂到边边又缩进去了，有可能是甲面在操作过程中油面太多，那种亮反光面太大，反光面太大就容易导致缩胶的产生啊，好，来这个支架我们正常做建构一定记住是在底胶照灯后操作，所以说咱们在打磨完甲面之后，我们先薄涂一层底胶，我先涂一层干燥剂啊，来。打磨甲面之后，我着重去把后缘以及两侧给它涂一下，因为咱并没有做这个很重的处理。来看看，薄涂一层，涂好之后甲面一定没有反光点。现在这个甲面的情况是不合格的啊，有没有给它磨很重？你看到没有？这些反光点都会导致整个支架容易脱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打磨至无反光点。那接下来来上一层底胶，薄涂底胶，注意了，这一层底胶一定要薄涂，而且你的底胶。接下来做建构，想要留边留到哪里，色胶想留到哪里，那么底胶的边缘只能比你想要的色胶要宽，但是绝对不能比建构胶或者说是色胶的位置要窄，所以说尽量靠边去涂，啊！我稍微放大一下给大家看，能看见吧？只要你别蹭到肉，你边缘能留多窄就留多窄就好了，但是底胶一定是不需要涂太厚的，两边甲沟线留边，然后 AB 点以下全部包裹，这边啊。注意大家在转手的过程中不要捏到它的皮肤，把这个胶本来是留安全距离正好，结果你一捏肉又给它缩进去了，或者说又蹭到肉上去了，那就不好了。底胶包边，前缘包边之后一定不要忘了哪里呢？拐角，也就是说 AB 点两侧的位置要包边，因为建构胶我们一会儿这里要着重去处理的啊，大家着重去看指甲，对于这个前置这边的话，先稍微一忽略，因为我刚刚打磨过，没有再去精细化处理，好吧？没有精细化处理，好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照灯多久呢？底胶照灯30秒以上，如果你的灯比较大的话，30秒可能可以，但如果灯比较小，这种小灯的话，有可能就需要照灯1分钟。我呢先浅照一会儿，咱快速去演示。那在照灯期间，这个时候去看，我们第一个问题点说到了，对吧？第一个问题点说到了，底胶要第一层，这个不是第一层啊，这现在是底胶，我们接下来要去涂第一层的胶，看这里刚刚说过的，一定记得 AB 点包边，每一层都是。啊，我先前照一下啊，如果边缘有油脂呀或者什么残留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导致边缘缩胶往里去缩。但一般来说，做完的这个边边看一下，对吧？后缘安全距离位置接近相仿，那就没有问题。来，那接下来第二步，我们干啥呢？取咱们的建构胶，建构流程胶。光疗笔底胶润过笔，然后来建构胶一个罐装胶啊，这个用的比较多了。用这种，你看里面基本上干干净净，如果有小颗粒，大家涂胶取胶的时候避开就好了。然后像这种取胶的话，咱不要从中间勾容易有气泡，咱就贴着这个瓶子的边边，先少取一点点。第一层，也就是说这里写的第一层一定要薄涂，而且这一步要控制好它的流边，它的安全距离一定是跟底胶的安全距离是重合的，好吧？先第一层薄涂。薄涂的时候，我们就稍微用点力气去刷就好了，就是不需要说控制甲面有多么光滑，不用啊，就因为这一层咱不照灯。来，一般来说用圆头笔去做这一步比较好操作，用方头笔的话，需要大家这样侧过来去留后缘的安全距离。大家可以单独去看一下这个罐装胶的涂抹方式。
边缘千万不要蹭到肉，再嘱咐一次啊，同学们，底胶还有这一层薄涂的建构胶，千万不要蹭到肉。你可以留安全距离，留不了那么窄，适当稍微宽一点，在0.5毫米以内，你也不要去蹭肉上去。一旦蹭到肉上去，那么你接下来是很容易淌胶的，很容易淌胶的。不要忘了这一层建构胶 AB 点以下区域一定要包边，适当包边，不要太厚。好了，这一层涂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去叠加第二层。第二层干啥呢？我们要取一坨胶珠，胶珠呢要根据甲面的大小去定，根据甲面的大小去定，注意不要有气泡。也就是一般来说，老师说会让你取个黄豆粒大小，因为它的甲面算长的，那么我们可能说是取胶量多一点，或者说指甲更长的多取点，就很小的指甲那就少取一点点就好了。所以这个需要大家自行控制一点点啊。然后取胶的时候不要这样来回拉，不要来回拉，就贴着这个瓶子的边边，我们给它取一坨胶珠上来，取好之后。旋转来看一坨小胶珠啊，一坨小胶珠怎么去放置这坨胶珠呢？注意看好了啊，我们不要这么平着去放了，直接来放大，直接整个笔侧过来，要学着去转笔。说实话，这个胶量可能会适当多了那么一点点。从侧面的来看，竖着放下去，竖着放下去，然后转笔，不要用力压甲面啊，轻轻转笔，会把这坨胶珠刮到甲面上。反面刮完之后，如果另外一面有，看好浮在这上面打一个圈儿，你的笔就拿下来了。这边需要再刮胶的话，同样也是把这坨胶珠放上去，转个弯儿，然后用打圈的方式，看到没有？打圈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笔给带下来，但是千万不要这么拉长丝，不要拉长丝，不然带着这个边边哪都是，好吧？这个时候把胶珠铺到甲面上，大概铺到甲面中心1/2偏上，就是接近于高点的位置附近，千万不能在指尖，要靠近后缘，好吧？然后这个时候来看我们怎么去带胶，带胶的手法我这里给大家写了3种啊，一定要注意，是以笔带着胶。什么叫以笔带胶？用笔滑动着这个胶，在胶的上面这样去拖动，而不是说用力这么去刷出来的啊，不是用力刷的。所以说这个点注意到。接下来先看第一种手法。第一种手法是什么呢？先看我们是先去推后缘，也就是所有的方法，第一步永远都是先去留好后缘安全距离的位置，留好之后，不同的是中间的这个手法。来看第一个横向去带的，来取好胶珠之后，铺上胶，来铺上胶。铺上胶之后，胶会顺着我们刚刚涂过第一层的那层胶，因为没有照灯嘛，有胶痕，所以说它会往周围去淌。就算现在你看这个灯圈中间是不是自动留平，就有这个意思了？但是还不行啊，笔呢浮在这个胶上面，然后慢慢的不要平着往下压，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带着这个胶，你看。通过旋转或者说平拉的方式，这种都可以。第一种方法咱是左右去带啊，左右，看到没有？是左右的这种手法。先去带后缘，后缘的时候我们打圈，把这坨胶推过去，能看见吧？把这坨胶推过去，推到哪儿？推到你后缘留的安全距离的附近。只要你第一层、第二层，就是第一层底胶，还有第一层的这个建构胶。安全距离留好了，没有蹭到肉，你只需要把这个胶带到它的附近，它会自动留平，不需要你推特别靠后，好吧？你看这边推，中间推，右边推，先把甲廓后缘的这个位置咱胶给铺好了，这个时候后缘是光滑的啊，后缘是光滑的，这个时候来开始用我们第一种手法左右，那整个笔是带着这个胶拉横线的方式，这种适合什么呢？同学们不敢操作幅度过大的，你们就可以用这种手法左右的去带胶。也就是说，做建构带胶手法不止一种，也不用非得去讲究每个老师怎么样，就这样不做是错误的，没有啊，没有，怎么能做好才是一个标准。所以说，笔带着这个胶在甲面上，看到没有？我都没有用力去压，在中间的地方，我们先把高点的位置给它铺好，然后一点点带向哪儿？带向指尖，一点点带向指尖。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同学们唯一别扭的在哪儿呢？就是你的手不稳，就是手法有的时候重，有的时候轻，导致甲面有的时候容易有凹痕。你看带回来的胶后缘是光滑的，看对吧？但是没有带过去的这个胶看灯圈，有宽有细，灯圈高低不平，但是带好的胶后缘它是几乎没什么变化的。你看，只要下面发生偏差，肯定是胶有问题啊，你的甲面有问题。所以说在带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好手法，支点支撑好，学着去转笔，然后手腕转动，用手腕带着笔去转动。就是不是只转笔让我也做不好，所以说带着这个手腕，有时候带不动，那就多带几笔，对吧？多带几笔，把这坨胶一点点的，先把中间的地方，大面上铺好，铺好之后，接下来呢，咱学过是不是撕薄以后，那么指尖是薄的，就不需要有很多胶了，所以我们轻轻的把前缘的胶给它带下来，只需要把胶带下来就可以。带完之后，如果胶多了，注意看我们的手法是可以这样。往右侧去拉一下，然后往上去走。收笔的时候都是往上收的，不要直接刷下去。刷下去会有这个什么现象呢？你看，看到没有？这里就会挂一个小胶珠，边缘这里就可能会厚，或者说胶到指尖里面去。所以说这个位置
横向带完胶之后，往上面走，往上面走。那中间的部分，我们这个时候你看，从上到下几乎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几乎就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2步，第3步是不是刷下去，指尖的位置轻轻的带下去？第4步就是着重在于两侧，也就是说把中间的位置带好之后，让它先自动留平。带两侧的时候，我们用笔的侧面用尖尖，不能再这么刷了啊，因为接触点越小，边缘也少，所以说我们只需要用侧面这个笔，往上走。哪里凹陷咱就往哪里去带，把甲面的这个胶给它带平，找出它的一个弧度高点，也就是受力点。看这边是不是就基本上带好了，但是边缘还得控制啊。右边也是稍微不要转动幅度太大，稍微转动一下，然后从侧面把这个胶下面的上面的胶不够的可以再稍微点一点点，胶不够的可以再取，但是胶多的也可以刮掉，一次取胶量不要太大啊。你看这里有小胶珠，好了，点上去之后来看滑动的这个胶，我们往上去带，因为左边我们不好带，可以从下往上去走，一定记得手法都是从下往上，不要从上往下去走啊。好了，基本的甲面的这个铺胶步骤我们就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观察灯圈。正常来说，从上到下这个灯圈变化幅度是不大的。如果你看左边这个灯啊，我给大家看一个桶状灯。往上来点，看到没有？左边一个圆形灯，从上到下有没有发现它的灯数变化是有的？对不对？为什么大家平常通过看灯圈去检查我们的建构做的好不好呢？就是在这儿了，如果说同学们记住，这个灯圈甭管在哪里出现了凹陷，那就说明这个位置的胶少了。如果出现了往外扩的形状，那就说明这对应的位置胶多了。所以说我们接下来需要找一支细拉线笔，用它的尖尖去调节甲面的弧度。你看用细拉线笔，你看比如说这个灯到这边去，有没有发现？你稍微转一下啊。看，本来有点有稍微有点一角一刮掉啊，看上面它还是完整的一个直线，结果越往下，这个灯圈开始往外凸，那说明这个位置胶多了，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把这个多出来的胶给它带走，就是哪里胶少，咱往边边带，这里有凹陷，能看出来吗？把这个胶往上去带一下，不要等时间太久啊，一个手指基本上1分钟就足够。做的慢的肯定是手法，或者说顾客本甲有问题甲，但基本上来说问题不大。左边咱把这个胶带上去，用它的笔尖，这个时候再下来，上下变化幅度不大，可以了。然后转一下手指，再去带左边，哪里凹陷就往哪边把多的胶给它扒拉过去。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如果做建构，做完发现比之前还要宽了，那说明两侧的胶太多。我们从侧面去检查它弧度的高点是不是在1/2处，如果不是，我们需要把不是1/2处的胶，比如说指尖厚了，咱往中间的位置去堆叠，哪里应该厚，4薄1厚，哪里应该厚，包括两边都可以往中间去扒拉。因为流平胶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大家买到好的流平胶，它的流平速度是很快的，而且不容易发烫，不容易有气泡。就算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手法通过点了，但是它会快速回去，它本来现在是这样的啊，我再点一下，你看它会快速自己流回去。所以说有的时候同学不需要担心做完之后怎么还是不干净，那有可能是啥呢？有可能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手法过重过轻，稍微等待一会儿让它自然流平。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动作叫做倒置，就是把手给反过来，就叫做倒置啊。倒置的意思，你看胶往两边去淌了，但是中间要厚的，淌的时间过久，这两边就会显宽，显宽就会加大它问题甲的一个这个显现。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手指给反过来来反手，整个甲面一定不要这样勾着走啊。手指来，你稍微往上这么勾一下，对，千万不要往上勾着这么去调节，因为我们受重力影响，这个胶它会往后缘去淌。那正常的高点是在中间，所以说我们需要侧过身子来，从侧面去检查这个甲面弧度的情况。然后也因为是在视频中大家可能看不见，我们可以把手抬高，把这个笔放在指甲底下，用这支细拉线笔去调节甲面的弧度。而且这样操作完之后，高点出来了，甲面弧度找好了，两侧还不容易溢胶，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发现快淌胶了，赶紧把手倒置。淌胶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胶量过大，第二个你等待时间太长了，或者说你在涂体胶或者铺第一层建构胶的时候，两边碰到了肉，比如说像这样情况，胶一旦碰到肉，就算擦掉，它也形成了胶痕，它也会在这个位置重复淌胶，色胶、建构胶都是一样的啊。好了，我把这个擦掉，快速给大家走一遍。你看现在基本上是有了，是不是？侧面弧度的高点咱也找好了，从指尖也要去检查胶的高点是不是都是半圆。咱们有专门建构的那个理论课，大家一定要先看完那个再看这个啊。我先擦掉它。如果说真正溢胶了，那怎么办呢？如果溢胶了，记得先去用一个干净，不要有什么胶的湿面片，给它甲面擦干净，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来操作。好了啊，擦
出来之后，我再重新用这个手法再做一次，大家来看。刚刚因为讲了几个小问题点，因为那个没办法记啊，所以说大家手写一下。来，第一层。不要用毛毛，第一层少量的胶，先在甲面铺胶，跟底胶的边缘重合。因为擦过，可能底胶看不太清楚了，所以说底胶不需要擦。平常真正擦完的话，你们自己知道第一层我铺胶铺到了什么位置，也能看出来啊。尤其留边宽的，看的会比较清楚。这一步一定注意，就算慢点涂，咱也得把这个边缘给它留好。而且这一层的边缘要整齐，不能有毛刺。AB 点以下区域 ，AB 点以下区域全部涂满，薄涂就好。侧面检查有没有漏胶的，或者说边缘不整齐的，给它刷上。这一层刷好之后，甲面不要有气泡啊，这个时候该包边包边，对吧？好，这个时候来取胶，取一坨胶珠，一面有胶就好，有一面有胶就可以啊。竖着放上去，在中后缘的地方旋转，把胶铺上去，然后顺带性的接着打圈，用笔带着这个胶去走。就算你不动这个胶，它也会顺着第一层你铺胶的那个位置去向四周扩散啊，去淌胶。所以说大家不要就说这一步我这个铺胶铺不好，那我就那个稍微等待一会儿吧也行，但是会慢，而且边缘胶不好控制，好吧？但做这个一定切记撕薄以后不要把后缘的胶堆太厚。先在中间，你看咱是横向对吧？后缘铺好，中间是横向的，去把这坨胶一点一点的带到下面去。我大幅度一点啊，来看，带滑动平向的带着这个胶。其实这种手法跟第二种我们打 Z 字的手法是一样的。哎，带到指尖附近的时候，前缘这些胶基本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来轻轻浮动着往下去把这个胶给它拖下去。每一下拖下去之后，平向去拉一下笔，不要直接竖着下去，它平着去走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单独带一下两侧，带一下两侧，这边带一下，那边有点溢胶啊，注意一点，胶量。AB 点一定要给它带紧，就是胶稍微哪怕多一点，咱也不能太少了。好了，带好中间的胶，还记得吗？把手倒置，或者说，如果你感觉自己能操控得住，那就不用倒置了。操控不好的，就这个时候来把手反过来，直接反手倒置控一下，然后把胶的高点往中间留。但如果说你们能做好，那就等着就行了。如果做不好，想要加速的，就拿一支拉线笔反过来去检查它的一个弧度高点。中间的高点不能只看中间一条线啊，宝子们，不能只看中间一条线，来反不出来吧。给你们演示一下就得啊，演示一下。然后待会儿还有其他的手法会一直在这个手上操作，我就不照灯了。来，边边角角的地方，你看这就铺完了呀，这就铺好了，是不是？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啊，同学们不要把它想着这个结构有多难，难就难在我们的手法控制上。还有 AB 点一定包裹住，两侧线条一定要打直，一定要打直，一定要打直，好吧？你看这结构铺胶就铺完了，然后从侧面去看它的高点的位置在哪里，弧度的高点有没有发生偏差，通过这个灯圈去检查甲面的弧度是怎么样的。是，你看一下这个灯啊，这个灯如果说是有凹陷，比如说胶少了，我把这挖一块，看到没有？这个灯就往里凹的，就是往里凹的。但如果说我再多点一点点胶，看这个吧，看这个也行，这个也行，哪个什么样的灯无所谓，我这多点上一滴胶，哎，来看一下这个灯，看到没有？它上面往里凹，中间的位置往外铺，那就说明这个位置胶是多的啊，它又自然流平了。所以说有时候大家不需要等待太久，让它自己动一动就好，好吧？那这是第一种手法，我把它擦掉。咱们来看第二种，第二种每一层都是先薄涂一层再叠加啊。那我呢就先不薄涂了，我就不去薄涂了。你们知道这个每一层操作之前先去薄涂，然后铺胶，我呢就直接在上面做了啊。看一下。刚刚旁边只要溢胶了，它接下来我就算做这一层，它也有可能会溢胶，所以说湿棉片干净的没有胶的擦一下。一定注意，你要擦胶，甲沟里面必须擦干净。好了，两干同样来这个时候取胶。接下来要学的第二种手法跟第一种一样，无非第一种呢我们是横向的去这个带胶，对吧？稳一点。第二种呢幅度会大，直接打 Z 字往下去走。该薄涂啊，控制不好的就薄涂。一坨胶珠稍微有点多了，因为它甲面弧度比较高，所以不需要有这么多的胶。来看，一坨胶珠浮在甲面上。打圈儿，哎，这样这还能看清楚一点点，是不是？来往后去推，看斜向去推啊，不要这样压着这个胶去这样怼，后缘胶会很厚。浮在这坨胶，它是一个小坡，浮在它这边的坡这儿，然后轻轻的把这胶推过去的那种感觉，轻轻的推过去。这个呢，如果你不涂第一层，就需要你自己去控制安全距离了。
好吧？但是底胶不擦浮胶的话，它也会跟着那层浮胶呀、第一层的边缘去流平。咱先前后的向四周把后缘的这个边缘控制好，能看清楚吧？对吧？有安全距离，后缘控好了之后，接下来往下去带胶。带胶的时候，笔不要平着去带了，稍微倾斜一点，就相当于这种，把这坨胶往下刮，有点刮的那种感觉。打 Z 字啊，你看大面积的打 Z 字，但是这个吧，不要拉得很长，你别说画一个跨度太大了，那中间那坨胶怎么办？必然有这个空痕，所以说你看这个手法是不是跟第一个有点接近？无非在带胶的时候是往下倾斜的带的，给大家演示一下，你们就是学过中的那种 Z 字手法呀，或者什么手法都是如此啊。好了，来带过来。看后缘的调是不是有点厚？我们其实需要再往下走。你就带胶的过程中，你只要轻轻的，别说那个力度过大或者过小，一般来说没有问题。好了，到指尖的地方轻轻的浮动着刷下来。其实第一层铺胶现在就能看出来了，对不对？如果有第一层的铺胶，那么这一层的胶它就会顺着第一层的胶痕两边已经淌下去了。但是这个就需要咱们自行控制了啊！来，中间带下来之后，第三步看到没有？这里的第三步，我们需要往下，从下往上，把中间的胶带一带，带着这个胶往上走，带到边边的附近，把这两侧的胶给它刷过去。当然，大家也可以如此这样置板操作来看，直接压着，从中间往外去扒拉这个胶去走。好，你看整个甲面的铺胶又完成了，你只要轻轻的，等你铺完的时候，它会自然流平啊。然后这个时候又可以，如果能铺好的话，它弧度基本上找的差不多，但铺不好，高低不平，就需要我们去怎么样？反手倒置啊，就是倒过来倒置一会儿。倒置的过程中，记得用拉线笔去调节它甲面的一个弧度高点。如果两侧这边缺胶的，尤其是拐角和两侧，一定注意把这个胶慢慢的带过去，拉直线下来。哪里胶多啊，咱就反正中间往上去堆就好了。那你看这不又就做好了吗？是不是？第二种，然后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灯圈啊，有扇形甲，我最后一种铺胶手法做完，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调整，好不好？怎么去调整？来，那个灯圈拿来，我把这个灯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啊，就是你们看到的灯圈，实际上不同的灯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灯表现是不一样的。手往前来点，对。你看圆形灯出来在甲面上就是这种的，但是如果是条状灯，它就是一根长条的。我这还有一个侧面的，你们看到一个长方形的，这是一个补光灯，啊。补光灯它出来的就跟灯的形状会一样，也就甭管你是什么灯，从上到下看有没有弧度高点低点，看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胶有点厚了，那咱把灯圈挪过来，你看这个胶是不是突出了？所以说有的时候通过灯圈就能判断出甲面弧度的高点位置是什么样的。反手点呢，点一点是为了加速这个胶的流动啊，让它快速一点。往中间高点去留，一定注意侧面弧度的高点。另外来再给大家说一个问题点，就是检查这个侧面弧度的时候，不要只这么看，要多个角度去看每一条线。你看这边弧度很漂亮，但是到这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高点发生了偏移？这个位置是高点，中间太平了。但是你要到这个角度看吧，这个位置就有点高，所以每个角度不一样，大家需要转手去看。操作的时候尽量平着，不要往下勾着做啊，平着操作，不要往下勾着做。来看第三种手法。这几种手法你们都尝试一下，哪种觉得最适合你就用哪种。第一次操作肯定会不舒服，所以说2次3次做完就可以了。晾干一下啊。第三种，其实这咱说过，建构胶呀、流平胶、光疗胶都是可以操作的。好了。但如果只是日常练习的话，把这个胶铺好了，然后那个就是擦掉，然后再重复操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这个我不想保留这个胶，我只是练习，大家可以涂一层护甲练习剂啊。在这个封层之后，其实这个之后就有一点太磨砂了。在亮面之后，我们涂一层护甲练习剂，因为大家学习嘛，肯定会遇到这个，所以我就顺带说一下。指甲刷上去，就是但凡有到胶的地方，咱刷上这层护甲练习剂。护甲练习剂是自然晾干的啊。这个时候我再用光疗胶再给大家演示一次第三种手法，以及遇到这种扇形甲，我们如何通过做垫构给它做的调整。这个就跟有点类似指甲油那意思似的，就像形成一层膜，待会儿一撕，所有的胶就被撕掉了啊。
晾干，然后拿光疗胶。光疗胶要比建构胶、刚刚的流平胶要粘稠一些，所以说操作的时候它的流淌速度没有刚刚那么快，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新手啊，比较适合新手。其实底胶边缘控制好取胶量，问题都不大。好了，这一层。晾干，晾干你点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发黏了那种就可以了啊，就说明晾干了。这是光疗胶啊，光疗胶同样也是第一层，我们先薄薄涂上一层，不要取胶量过大。要改善问题夹以学习第三种手法，第三种手法后缘是一样的，两侧是一样的，中间是竖向的，竖向的你可以平着拉，也可以把笔立起来拉。来看啊，如果你甲面有擦过之后，你需要重新涂护甲练习剂，因为那个东西只有一层，你一擦就掉了，它不结实的。其实开口袋这两边如果开的话，这个位置不需要掰肉，不受影响。刷子现在是用力的，对吧 ？A、B 点的位置，尤其是容易断的这种同学们，指甲薄的，一定给它包裹一下。好，包裹好了之后，取胶珠，取胶珠，取一坨胶珠啊。这你看出这个粘稠来了吧？拉丝的力度比较大，来取一坨胶珠，卡到边边，旋转取胶，带下来，你看丝儿还在。这个时候从中间放下去，放下去之后。能看出来吧？这个很粘稠啊，带着这个胶去走，往那边去推一推，先把后缘去推一推，压一压啊，用点压的方式，倾斜点压的方式，带着这个胶过去。后缘带好了，开始往指尖去走，比如说先往下把后缘，咱就给它留好这个甲廓后缘的形状，剩下的。干啥？看我们第一种是可以，是不是竖着向下带嘛？可以这种平铺，可以这么平铺着，把这坨胶轻轻的浮在胶上面，把这坨胶给摊开，看到没有？你摊下来，它弧度自然就有了。那如果你力度过大，你就会导致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凹洞。所以说一定控制好我们的手法稳度，手一定要稳，轻轻的把这坨胶给它浮下来。第二种呢，可以把这支笔立起来，你看立起来，这种方式适合流平性比较好、比较快速的胶。你们手里的那种模型胶是不能用的啊，模型胶，你看。胶好胶自然流平，你带下来怎么带都行。中间的位置找好了，两侧咱给它放上去，对吧？从下往上去，边缘的位置把胶带好，这边带一下，这边就从上到下，因为反手不得劲儿。我尽量模仿大家啊，来，好了，这个时候 A、B 点一定去着重戳两下。好不好？着重戳两下，带好这之后也是一样。如果甲面有哪里凹陷了，哪里胶多胶少了，边缘这个胶不够到边，不够整齐，线条不流畅的，拿铅笔咱们去调节一下，就把这个胶往边边扒拉一下，一定要到边。平着做，有没有发现我手一直是平着做的？我没有下钩的做，或者上下，或者一直往这边倾斜吧，对不对？都是平着做，因为找弧度，先把边缘控制好，就跟涂色一样，你先控制好安全距离。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把手反过来倒置一下，来反手，就点过来，反手倒置一下，从底下去调节它中间弧度的高点就可以了。这个几乎是不大用调的啊。你看这其实1分钟也就做好了，来，注意这两侧这个位置的胶，千万不要比你的甲面形状还要宽。但如果说你确实就这么一点点，还是显宽了，怎么办？塑形加塑形。胶多的情况下，咱就这样，可以用笔的侧面把胶刮掉，在这上面蹭一下。如果是光疗笔的话，你看这里胶多的话，咱就直接带着这个胶给它刷下去，然后不要直接拉走啊，慢慢来，幅度一定要轻，要温柔一些。这里是蹭上去的啊，不是一的胶，蹭到手上的。好了，检查侧面指尖到处去检查，如果这个时候看灯圈从上到下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左右旋转也没有问题，那说明它的弧度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前照灯了啊。照灯多久呢？像这种光疗灯的，像这种光疗胶，它的硬度比较高，粘稠度要高，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照灯30秒左右都是塑形。也就是说，你看遇到问题甲这种扇形甲指尖比较宽的，看好了啊，同学们，问题甲两侧比较宽的，胶又淌的这种。躺胶的先反手倒置，让它往中间流，找到高点位置，找完之后做一个手指，我们照一次灯，做一个手指照一次灯，千万不要让两边的胶太厚，这个要从指尖去检查。我不动啊，就是让它自己往那儿去流一流，然后我肉眼去看它的弧度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没有问题，好了，我们反过手来看一眼，没有问题，抓紧去照灯，不然它还会淌啊。
较有点厚，所以我会胶厚的地方我会往中间去走，往中间去走，不会去只在侧面。比如这边胶多了，我也往中间去走，对吧？就是我尽量多做一些问题点啊。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照灯了。照灯30秒钟，这种小灯要多照一会儿。我只有8个灯珠啊，所以要多照一会儿。但只要放上去，灯胶就开始固化热，就是它有固化热的现象，它会固化啊，会固化。30秒左右，照灯的时候不要让顾客的手在里面歪歪扭扭，因为你们一旦你们的灯时间久了，那个功率不够了，平常可能30秒就干透了，你那个10秒钟的胶还是稀的呢，好吧？所以说有的时候照不干也跟大家的灯有关系。按一下就是30秒。如果说，哎呀，这没干啊，让我按多了。如果说在照灯过程中感觉可以了，30秒钟大灯没有问题了，又想改善问题夹或者说两侧显得比较厚的，拿一个塑形夹给它夹受一下。夹的时候，为什么同学老师我一夹就产生一个凹洞？那肯定是照灯时间不够。如果说在夹的过程中，或者你这么碰一下，浮胶不算，但是如果说这种大面积的胶还是感觉不够干，就怎么这么稀，那肯定是照灯时间不够，就得多照一会儿，好吧？就通过这个去判断你的这个胶需要照灯多久才行，因为铺胶比较厚嘛。全部照干，塑形就没有用了，已经固定好了。来，30秒钟我们试一下，基本固化好了，除了浮胶以外，基本固化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塑形夹夹住两边比较宽的地方，看一下现在啊，是不是哪里宽能看出来吧？宽的地方倾斜着去夹，不要平着夹后面的肉，很脆弱后面啊。夹两侧，看发白，不要完全松手，可以适当松手。如果说他能接受，你全部松手可以；但如果说他接受不了，你全松手，他会痛的。他看我了啊，对，模特看我了，他就肯定会不舒服。所以说我们可以拿塑形夹控制住，我稍微放小一点啊，这一步。来看，我会轻轻捏住它，我不会全部松手，轻轻捏住它，然后往下拉一下直线，就是改变一下它的本甲形状。30秒在半干状态下，再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刚才就瘦了一些。如果说胶比较稀，指甲比较薄软，铺的不是很厚的，我们时可以拿这个大拇指甲盖把两边宽的地方给它夹一下。就是那些人，我就不敢用塑形夹，它就是一碰它就疼就紧难受。好，拿指甲盖去把这个胶给它往里收。如果完全固化的话，你收也收不进去。这个光疗胶很硬啊，光疗胶很硬。然后有的你们的光疗胶，比如说我前端我刚收好这个形状，已经很瘦了，没有问题了，结果过一会儿它自己又回去了，那说明你的胶回弹，又不适合去做光疗延长啊，你的那个胶。然后如果说是实在是没办法，我现在又练习，那就可以拿一个这种小灯，边照灯我就边塑形，就跟咱做延长一样，哎，疼是吧？来，我轻一点啊，边塑形边照灯，让它在固化的过程中去固定它现在的甲型情况，注意拉直线，不要拉歪了啊。它会有束缚感，就紧起来的感觉，但是还可以，对吧？你看现在是不是比刚才这种甲型两侧本来是一个扇形甲，现在就收进去了，甲沟下来2条直线，对吧？所以说，如果遇到扇形甲呀，我想加瘦指甲的，可以在做建构的时候有这么额外的一步操作。好，还有第3种的铺胶手法，刚刚也教给大家。然后这是整个指甲整个做完之后，铺完建构胶之后，我们如果胶正常来说一定要照灯2分钟啊，照灯1分钟到2分钟。完全照干的话，你擦掉浮胶，甲面是亮的。在没有干的情况下，擦掉浮胶，就是没有完全干透，它可能会有这种黏糊糊的面，就跟磨砂的似的那种感觉。那你就知道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再照一会儿，多照完之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甲面，直接开始涂色就好了。但如果说是你感觉自己做完哪里高低不平整，比如说这个位置太厚了啊，整个甲面要磨的比较多，整甲面磨的多的情况下，一定是打磨完再薄涂底胶，再开始上色。正常来说，做完建构直接擦掉浮胶就可以上色了，好吧？行了，看一下啊，我就薄薄上一个这个颜色，大家看一眼，已经完全固化啊。它这个说实话没有固化完，这个位置有点厚，那我就可以单独的把这里往里收一下。要说这种会导致空甲嘛，在你操作得当、别过分用力情况下，一般来说没问题。但是改善问题甲嘛，既然要改变，所以说它的甲床颜色肯定会稍微有点变化，要跟顾客说明白啊，让他能接受。那这里我们随便上一个颜色，涂个颜色，大家来看一下啊。正常擦掉浮胶，两侧也要擦干净，然后上色。就是只要你甲面建构做好了，你接下来的你的颜色也是很干净的。颜色边缘跟建构胶的边缘是重合的，你看这样做完后缘也没有显得很凸起，对不对？没有显得很凸起，就是跟我们铺胶后缘一定不要厚有很大关系。这个包边这个留边胶有点多啊，因为容易烫胶。
就浅涂一层，这意思啊，意思，咱不照灯的。甲面通过你的这个颜色或者款式需要涂1层到2层甲胶，然后这个时候稍微等待一会儿，自然流平，看甲面，它就自然出那种大光圈了啊！光圈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只要把建构做好，我们再去做其他款做什么的话，问题都不大，好吗？这3种手法我把笔记总的给大家结合一下，大家来看，大家综合来看，然后真正在操作过程中有遇到，还有会遇到其他问题，大家可以单独去找到老师，还有一些我没有记到的问题，比如说塑形我这里需要给大家额外补充一下，然后你们也记一记。好，谢谢，稍微别，不用了，来看啊，笔记，除了这些以外，咱再加上第7条，什么呢？就是如果若需塑形，就是加寿。我这2个字倒置这2字我也写到这儿。省得大家不会写，好吧？来，若需塑形，就是要加寿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先用大灯啊，一定是大灯，照灯30秒左右，根据灯的情况去判断，固化基本固化了，好了，我们就可以去加了。如果说是发现有坑，那说明时间少了，照灯时间短了，需要再去照一会儿，好吧？再去照一会儿。但如果发现就是受不动了。照不动的情况下，就说明这个时间有一点点长了啊。所以说，大家以后如果想要把它加寿的话，一定注意好整个这个时间的把控，因为每个人用的灯不一样，所以说需要大家自行去控制一下。这个呢，大家去实操一下，这是我们关于本甲建构的一些理论要点，以及就实操要点。就这个手法上只是给大家列举其中，真正在用的时候，很多同学还会用一些万能笔啊、小毛笔这些去操作，也是可以的。只要保证你铺胶的时候铺胶距离、胶量合适，不要有这个坑坑洼洼、弧度找平，然后边边角角一定要光滑，那就没有问题，好吧？